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集说到，祢豆子在赶往战场的途中，终于找回了人类的记忆，而外表的改变也预示着豆子已经变回了人类。而另一边，无惨那恐怖的冲击波击毁了炭治郎和小八内，可正要逃跑的时候，却被伊之助和善逸拦了下来。两人抱着视死如归的念头，誓要撑起这最后的防线。天亮近在咫尺，无惨也是强弩之末。那么这场最终的血战究竟会是怎样的结局呢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战场外，无论是千寿郎还是小葵和三小只，都在双手合十为大家祈祷，愿剩下的人都能平安赢下这场血战。而战场上，兽户粉身碎骨，雷户霹雳一闪神速，善逸和猪头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，依旧在和无惨搏命，体力已经透支了，还有一条腿也骨折了。下次进攻将是我能保持战绩威力的最后一击了。但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七之行火雷神，善逸最强的自创绝招，快到连无惨也反应不过来，从胸口处差点被一分为二。但善逸还是清楚，没有鹤道的加持是无法重创无惨的。善逸施展完剑气，脱力倒在了地上，而无惨瞬间愈合了伤口，冲他挥了过来。五只牙狂暴切割，三只牙噬咬撕扯。猪头看似随意的攻击，实际上每一次都是在为了拖延更多的时间。可下一刻，无惨胸口爆出火光。又是之前那招恐怖的冲击波，尽管威力远不足之前那次，但也绝不是现在的猪头能抵挡的。一只猪，而缓过神的善逸也已经来不及了。灼骨炎阳，无惨的攻击被瞬间瓦解，手臂也被斩断了。探长的突然出现，也意味着他那孤独一掷的希望成功了。烈日炎阳，火车恢恢恩光。这一次，炭治郎也是在赌现在的无惨没办法再发动冲击波了，而且他触手的速度似乎也变慢了很多。日晕之龙头舞飞轮，可就在这关键时刻，炭治郎一口血喷出，不好，体内的伤势还是太重了。六只牙参差啃噬，猪头替他将攻击挡了下来。日之呼吸，炎无幻日红，万里晴空。现在可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，曾经将背后托付给他的伙伴，也在这一刻替他铺平了前路。站起来，快站起来！随便什么样的战绩都好，只要能伤到无惨，拜托了，我的身体快动起来！爷爷，拜托你了，再狠狠地在我后背踹上一脚吧！霹雳一闪，速度还是不够，可恶！兽之呼吸，日之呼吸，狂暴切割，元武。尽管眼前的敌人是鬼王无惨，但如今的他们也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拖油瓶了。一只猪，不能停下来，要不断的释放战技。斜阳转身，日晕之，糟了，身体又不听使唤。霹雳一闪，神速。没错，尽管将顾虑交给身后的伙伴，即便是用血肉之躯，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迎上去。日之呼吸，日晕之龙头舞，烈日艳阳，阳华兔。无惨被狠狠地钉在了墙上，眼下已经没有余力再发动战技了。那我也要尽全力将无惨钉死在这里。但下一刻，无惨的触手全数刺了过来，眼看着就要将他整个贯穿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将无惨的整个臂膀都死死地拽住了。原来是米离，差不多够了呀，你这个大混蛋！一瞬间竟然将无惨的手臂硬生生给扯断了。但无惨另一只手臂的攻击也斩在了他的身上。炭治郎心急如焚，但奈何他不能松开手，而无惨的攻击又回了过来。石弥也赶到了，在斩断了无惨的手臂后，听着命用身躯将无惨的臂膀定住，不让其再生。炭治郎知道所有人都在赌上性命帮助他，可这时一道裂痕突然出现在无惨脸上，只见他整张脸都化为了血盆大口，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巨口竟想将炭治郎一口吞下。但即便是这样，身体都不听使唤的在畏惧，但心底的意志在告诉他一步都不能退，不能让之前的努力都白费。而就在巨口倾泻而下的时候，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之间，竟然是小八内。他用自己的身躯替炭治郎接住了无惨的巨口。天快亮了，就这样坚持下去。果然，炭治郎的余光也感受到了那一抹朝阳正在冉冉升起，胜负已然就在眼前。一缕灼热的阳光照射而来，无惨才意识到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受到生命的威胁，他的体内再次爆发恐怖的能量，小八内和石弥都被轰飞了出去，只剩下炭治郎还死死地握着这轮刀，但这几乎零距离的冲击力还是轰碎了他整个左臂。别松手，千万别松手！心底里不屈的意志一直在告诉他，继续发力，把刀刃变红，燃烧你的心，拜托了！突然间，一只手从背后握住了刀柄，原来是义勇。
这一刻，有了义勇的加持，日轮刀不再颤抖，反而在一瞬间变红了。感受到体内的巨变，吴惨一口血喷出，而天边照射而来的灼热阳光也让他的脸开始了溃烂。这一刻，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，吴惨脑子里只有保护肉体这一个念头，保护肉质铠甲。突然间，吴惨的身体开始膨胀，紧接着一瞬间变成了体型巨大的怪物。这样的肉块铠甲能替吴惨抵挡住阳光一段时间，而太史郎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劲的力量在拉扯他，即便是义勇也没能阻止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太史郎被吸进了肉块里。随着耀眼的阳光扑面而来，那个吴惨化身的怪物发出了痛苦的嘶吼，随后匍匐在地上，像个婴儿一样想爬到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。惠利在通过符咒，甚至比在场的人还要激动，怒吼着不要让他躲到背阴处。这一刻，所有队士都将怒火倾泻在吴惨身上。楼上的队员将一件件重物砸在吴惨身上，但仅仅只能让这怪物稍作停顿。街上的队员驾驶着汽车直接撞了上去，是要拦住这个怪物。危险，快后退！好在被砸成肉饼前逃了出来，一股股浓烟从吴惨身上冒出，前面的路也被鬼杀队队士用列车车厢给挡住了。坚持住，一定要拦住他！队员们的气势越来越足，都不顾生死的抵住了车厢。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我们都不会退后，因为柱们已经无法战斗了，都给我顶住他！但吴惨扬起的巨手已经冲他们砸了下来。别这样，大家先后退，我来想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但已经来不及了。风系九之行尾舵天台风，这一刀砍断了吴惨的手臂，救下了众人。妈的，这畜生还真能扛！快给老子灰飞烟灭吧！此刻的石迷浑身是血，但却一次又一次站出来。失去手臂的吴惨趴在车厢上，试图翻过去，而这时一道锁链冲他脖子缠绕而来，邢明也赶到了。在队员们的支撑下，他发出了搏命的怒吼，拖着锁链往后狠狠一拽。阳光将他整个覆盖，全身上下都在大面积的溃烂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在祈祷：父亲、母亲、姐姐、神啊，阳光啊，快将它化为尘埃吧！阳光照射在他身上，发出了呲呲的声音。死亡的威胁令他翻了个身，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一头扎进了土里。钻地，不好，他在试图潜入地下，快发起攻击！石迷支撑着颤抖的身躯，再次握紧了刀。可有人比他更快，水系十之行生生流转，义勇也赶到了。可失去了一只手的他，战绩威力实在是太弱了。风系五之行落叶领寒风，但他并不是一个人。蛇系四之行金蛇双生，原来小巴内也还活着。这所有的一切已经是他们的极限了。如果这还不能消灭吴惨，就真的没办法了。这坚不可摧的锁链竟然被扯断了，这下全完了。突然间，吴惨伸进土里的位置喷溅出大量的血液，而这时阳光已经洒满了大地。吴惨发出了惨烈的嘶吼，仿佛在怒斥着不甘心，他居然真的会被这些渺小的人类给击败。鬼杀队倾尽所有的一切换来了希望之光，终于倾泻在吴惨身上。冉冉升起的太阳缓缓将这具背负了太多罪孽的身躯给吞噬，这场最终的血战也终于迎来了胜利。但漫长的决战之后，众人所要面对的是离别的痛和思念的悲。这场胜利究竟让他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？那么本期无惨篇7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期将会是胜利后的告别。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，另外在这些地方也能看到麒麟的视频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